印度虽然人口多，但每个人都看得起病，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提起印度医疗，一位印度卫生官员曾这样自豪地对外宣称：免费医疗这4个字听起来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对人口稠密、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在中国西南方的邻国印度，打独立之日起就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所有人一律享有免费医疗的权利。那么，印度免费医疗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任何进入印度公立医院的人，无论贫穷富贵，都能得到免费的救治。政府即使为此背上天大的财政负担，也在所不惜。一时之间，国内网络上对印度医疗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部分人甚至在疫情期间疯狂抢购印度仿制药以治疗新冠。然而，这块免费医疗的金字招牌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种种猫腻。看病难、看病贵，一直以来是国内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在我们邻国印度，这一问题似乎在其建国之日起就被解决。按照印度宪法，遍布全国的1万多家医院、2万多初级医疗中心以及其他深入到社区的医疗机构，所有印度人享有在公立医院接受免费医疗的权利。无论一个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即是婆罗门还是达利特，从挂号、看病到开药方，从住院费、治疗费到住院病人的伙食费等，都能够拥有免费待遇。客观来说，这套医疗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自建国以来的70多年时间里，印度人预期寿命从最初不到33岁暴涨到现如今的69岁，在医疗救助上做到了相对性的公平。按照世卫组织对全球190多个国家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调查显示，印度刚居榜单上第43名，这一排名甚至比中国还要高。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印度实行了免费医疗，就意味着政府投入了巨额的财政。然而诡异的事情出现，印度政府的医疗支出在世界上处于下游的水平，比巴基斯坦还低。据柳叶刀数据，全球180多个国家中，印度政府的医疗支出仅仅排在第147名，其支出占 GDP 比重从1998年的 5.2% 大幅度下滑到现如今的 1.02%， 既比不上发达国家，也无法与中国这样新兴经济体支出相提并论。就连低收入国家平均 1.4% 的水平都达不到。例如，在印度周边穷国中，不丹的比例达到 2.9%， 斯里兰卡的比例达到了 1.6%。印度政府医疗支出抠抠搜搜，又推行免费医疗，难道是因为印度人个个身强体壮，无灾无病吗？显然不是。印度人的体质自然不可能达到百毒不侵的程度，只不过是印度的免费医疗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免费只是幌子而已。按照世卫组织2017年的一份调查，全世界国家看病自掏腰包的比例平均约为 18%， 可是在免费医疗的印度，这一比例直线上升到了 67%。 诚然，病人们可以在挂号费上节省开支，但真正的大头药费却如一座压垮印度普通家庭的大山一样，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尽管诸如治疗感冒发烧的药物可以免费，但对癌症这般真正可怕的病症来说，免费用药可以说是痴人说梦。过去30年间，印度公立医院为病人提供免费药物的比例下降了近22个百分点，接近90%的药物要么自掏腰包，要么公立医院压根儿不提供，只能跑到其他价格昂贵的私立医院购买。一旦碰上医德较差的医生，那么就只能等着被各种效果差、价格奇贵无比的药物掏空家中的积蓄。印度著名影星阿米尔汗就对这种现象描述过，医生们为了自己的收入，不顾情况为病人开各种昂贵的药物。为了应付庞大的医药开支，以获得宝贵的健康，印度人背上了沉重的贷款负担。按照印度计划委员会数据，47%的印度农村住院病患因看病而背上了高额贷款，城镇居民的比例则为30%。每年有3800万人因高额的医药费而重新陷入到贫困当中。对连贷款都贷不了的底层穷人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跪拜神明，在家中独自忍受病魔的折磨了。与此同时，印度医疗中真正免费的那部分情况也十分不容乐观。医疗有医才可疗，印度政府在医疗投入上如此之少，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公立医疗机构资金不足，从而使得印度医生资源紧张，公立医院床位不足，病人无法得到医生及时救治，早已是见怪不怪。据统计，印度每1万人所拥有的医生数量才达到7个人的标准，与伊拉克、缅甸、南非等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连中国一半水平都达不到。这还仅是平均了城市的结果，对医疗资源需求更大的农村地区，医生数量只会更加糟糕，公立医疗机构人手奇缺。在一些公立医院，一名医生一天接待上百名病人丝毫不夸张，医院里到处是排队长龙，试问医生如何可能细致地为每个病人探清病情？
事实上，印度从来不缺少优秀的医生，印度培养的医生也在国际上颇有声誉。大量印度医生学成之后，选择远赴欧美医院工作，以至于英国医生中有 10% 是印度学校培养的。印度还形成了一套价值20亿美元的医疗旅游产业链，以私立医院为主，每年吸引了近30万赴印度进行治疗的外国患者。只不过因为印度对公立医疗投入能省则省，口惠而实不至，令本国多数公立医院医生拿不到应有的待遇，工资差，工作时间长。特别让医生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印度医生在学校寒窗苦读成本不菲，一名医学生过5关斩六将进入医学院，再让家庭支付近10万美元的学费，可公立医院能够开出2000多美元月薪就已经十分罕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医生尚且如此，替代性更强的下层医护人员待遇可想而知。在疫情期间，不少加班加点的印度公立医院职工因被拖欠了数个月的微薄薪水而忍无可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更有甚者，因为医院维护人员不足，甚至老化，卫生条件简陋，竟多次爆发了罕见的鼠灾。与之相比，一分钱一分货，那些直接朝病人开口要钱的私立医院反倒显得良心了许多，病人宁愿到私立机构看病。私立医疗机构的比例由此从1947年的 8%一跃上升到现如今的 93%， 私立医生数量占到了印度全国医生数量的80%以上，一半以上的住院患者选择私立医院。除了全民免费以外，印度医疗留给国人的另一层神话则是价格低廉、规模庞大的仿制药。作为全世界排行前列的仿制药大国，印度以3000家仿制药企业为核心，占据了全球1/5的仿制药市场。由于印度政府强烈的本土保护意识，在政策上基于本土药企以各种方便之门，在专利原创上不遵循国际准则，允许药企不顾知识产权仿冒欧美专利药物，使得印度仿制药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凭借平均为欧美同类药物1/10的超低价格，印度药品横扫全球发展中国家市场，被誉为穷国的药房。可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部分国人就因此吃了大亏。前段时间，国内很多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出现了一股辉瑞特效药 Paxlovid 恐慌抢购潮。在抢不到正版辉瑞药背景下，有些人退而求其次，将目光瞄准到了 Paxlovid 的印度仿制药身上。一时间，各主流网购平台上的印度仿药大行其道，价格从300至600人民币一盒暴涨到了2000多一盒。然而讽刺的是，这些药物绝大部分不含有辉瑞正版原药中治疗新冠的关键性成分奈玛特韦。据华大基因和多家权威实验室检测，至少90%市面上流通的印度产辉仿药不含有奈玛特韦。这些药厂们偷天换日，将一些流感用的药物成分替换成奈玛特韦，消费者们缴纳了一次结结实实的智商税。而印度仿制药企业的造假违规，在其他国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印度人之所以能够在仿制药上做到如今的成就，除了印度政府在专利上的护犊之外，也离不开药企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偷工减料。以印度仿制药巨头 Ranbaxy 为例，该公司在2012年因生产过程不规范，药品中带有可能让伤害患者的玻璃颗粒而被迫召回产品，随后又因屡教不改进行数据造假而被美国开出了5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发达国家靠着完善严格的医疗监管制度，能够将不合格的印度仿制药拒之门外，以避免医疗事故，但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印度官方对于这类丑闻非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倒打一耙。印度卫生部对此认为，责任并不出在印度人身上，进口印度药物的那些国家自己应该做好药物检测，符合完标准后再投入自己国家市场。针对违规药企的处罚，甚至可以用罚酒3杯来形容。对于药物质量不合格的企业，法律最多只能做到数百美元的罚金和不到2年的监禁。正所谓便宜没好货，仿制药厂既然主打便宜的卖点，监管又形同虚设，那么尽可能缩减工序，降低成本，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据那些参与过药厂临床试验的专业试药者回忆，相对于世卫组织1人2次临床试药必须满3个月的标准，在印度只需要隔几天就能够接着进行试药。免费的永远是最贵的，这句话放在印度医疗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2015年，小米集团 CEO 雷军在印度发布会上贡献了这个鬼畜梗，彼时的他对于打入印度市场信心满满。然而2022年5月，小米集团的印度工厂在遭受了攻击示威之后，又遭遇了印度政府的当头棒喝，接连2次被罚超过50亿元人民币。截至2022年底，已经有2000多家外资企业逃离印度，头也不回。如今再去回首雷军的那句 Are you okay？ 更像是他对所有在印度的外资企业发出的问候：你们还好吗？那么曾经充满希望的印度，怎么就成为了外资企业的坟场呢？
2023年3月初，富士康 CEO 刘扬伟迎难而上，和印度总理莫迪亲切握手，宣布出资10亿美金新修配件厂。上至美国苹果公司的手机零部件，下至普通电动车的小模块，富士康都一股脑地转向了印度，显得信心满满。然而和笑容满面的刘扬伟不同的是，网友们清一色地流露出明显的不信任。印度是有名的外企坟场，富士康竟然还敢跳进去，甚至有些网友担心富士康是不是要跑路，所以才这么头铁，敢直接一个猛子扎进印度市场的浑水里。其实这些担心倒是大可不必，富士康把手伸到印度市场，说到底那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生意人都是为了一个利字嘛，赚钱嘛，不寒碜。但是就像许多网友所不解的点一样，天下之大，富士康怎么就想不开，偏偏要去那有着外企坟场之称的印度呢？毕竟印度外企坟场的名号可不是白白叫出来的，而是人家印度人一点点打出来的。对待外企，印度人是典型的养肥了再杀。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我们的手机厂商，他们都曾想在印度占据1亩3分地，却无一不是折戟沉沙。为啥？就是因为印度人真的靠不住，一是商家没诚信，二是法律没效力，谁去谁倒霉。在10几年的时候，我国的自主手机品牌华为、小米等厂商苦心经营，勉强拿下了印度市场前10的宝座。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印边境局势的恶化，再加上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印度政府直接封禁了我国的 App， 还重拳出击。短短1年间，印度政府就翻脸不认人， OPPO 损失了37亿元人民币，小米被追缴了 5.6 亿元人民币的税款。在2022年前后的时间，印度再度没收小米的经营利润，其他的手机厂商也被查封。我国的手机巨头们也算是彻底认清了印度的丑恶嘴脸。时任荣耀集团的 CEO 赵明就气得自己牙痒痒，毫不犹豫地说道，团队撤出印度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截至2023年年初，几乎所有的国产手机厂商都毫不吝惜地撤出了印度市场，而印度本土的手机厂商则是一拥而上。当时不少网友就说得明明白白，印度赚钱印度花，别想把钱带回家。自从第一家外企进入印度的60年来，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能把钱活着带出印度。和印度相关的最著名的案例当属与英国沃达丰的司法长跑。2007年，李嘉诚陷入多家财团的围剿之中，他在印度的电讯业务也被英国沃达丰集团瞄上了，想要徐徐收购。但是想要收购一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超级公司，税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为了合理避税，李嘉诚和沃达丰接连谈判，最终决定在避税天堂开曼群岛进行交易。这样一来，数十亿美元的税收就不用缴了。其实这也是跨国公司常有的套路，为了避税便在海外领地注册公司，挣钱嘛，不寒碜。但是这样一来，整个交易就变成了李嘉诚和英国沃达丰双方进行的了，开在印度本土的电讯公司反倒是成了外人。原本属于李嘉诚的电讯公司，转眼之间就要到了沃达丰的麾下，结果印度政府毫不知情。这不就像是2个国家在第3国领土上打仗，却连个招呼都不跟人家第3个国家打吗？印度人彻底怒了，一不打招呼，二不缴纳应缴的税金，在开曼群岛明目张胆地搞起了避税，这不就是欠管教吗？一怒之下，印度政府向英国沃达丰开出了天价罚单，整整26亿美元的补税单。风水轮流转，这次轮到英国沃达丰不干了，是你印度没有完善相关的法律细则，怎么最后却怪到我头上来了？这哪是什么补税，明显就是智商税。抓住了印度法律并不健全这一漏洞之后，英国沃达丰撩起袖子，直接把印度政府告上了法庭。整个审议过程一波三折，甚至一度打到了印度高院。印度高院是什么地方？一般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有着留学经历、家世显赫的婆罗门刹帝利，对于西方的先进思想持有较为开明的态度，也就是俗话说的喝过洋墨水，对于全球市场的规范多少有些涉猎。既然印度政府法律不健全，那就怪不得英国沃达丰敢明目张胆的这么干。因此第一回合结束之后，印度政府败诉，占据第一利，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捞到，印度政府岂会善罢甘休？因此印度人直接甩出了杀手锏，召开议会重修税法，要求印度高院允许印度当局对1962年之后的偷税漏税行径加以追诉。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印度政府直接开创了全球税法更定制先河。一般而言，法律都是不断完善、不断修订的过程，前人所在的跟头都是后人的血泪教训，所有吃的亏也就那么咽下了，毕竟之前法律并不完善。结果印度呢，直接修改了法律的溯源时间，说改就改，那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呢？夸张点说，如果印度愿意，当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少不了要受一番拷打。接到法院传票的沃达丰直接傻了眼，原本应该延后实行的法律竟然还倒退了几十年，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吗？有法可依，印度高院也救不了沃达丰，只能宣布印度政府胜诉。
更夸张的是，印度政府不仅仅要求沃达丰缴纳26亿美金的补税，还要求对方把打官司这些年的利息也一块交上，满打满算有差不多50亿美元之巨。勃然大怒的沃达丰岂会吃下这个哑巴亏，直接把印度政府告到了海牙国际法庭。在海牙法庭上，整个审议宣判的流程显得格外轻松，因为印度没有法律依据，他不败诉谁败诉呢？印度政府又岂会真的接受海牙法庭的审判结果？一来二去，沃达丰直接退出了印度市场，坚决不再碰。印度政府不管你是英国的企业还是中国的企业，亦或是美国的企业，都是众生平等，雁过拔毛。欧洲市场甚至专门创造了一个词叫做 tax terrorism， 中文名叫做税收恐怖主义。管你背后的靠山是谁，只要到了我印度的领土，那都得把钱留下。2022年，国际巨头亚马逊再一次在印度市场上跌了跟头。在印度的一次突击的税务审查中，亚马逊集团被认为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有所隐瞒，被处以20亿卢比的罚金。隐瞒什么呢？印度不说，让你去猜。这简直和当年的莫须有的一拼。同样的套路，印度还在不少日韩企业上用过，如今变得人人自危。2021年的时候，富士康还遭到了税务部门的突袭，隐瞒收入、避税、做假账，3顶大帽紧紧地被扣在了头上。除去这些国际知名的企业，更多的中小企业是深渊无门，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今，印度的重要产业链 80% 的中小企业都倒闭了。为什么倒闭呢？当然要归功于印度政府来回的审查和一次又一次的巨额罚金，但是不少大企业在印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想说拜拜实在太难，不少中国企业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境地。相较之下，可口可乐、谷歌等美国企业都撤得干净利落，对印度市场毫不留恋。其实，当美国国务院在2021年将印度称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经商之地时，任何还敢留在印度的外资企业都是条汉子。尽管印度政府不遗余力地保护本土品牌，但是本土品牌还是烂泥扶不上墙，不光干不过那些被印度政府打压的外资企业，就连自己也是心态失衡。扶不起的阿斗说的就是印度本土企业。其实深度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印度市场没什么油水可捞。单拎出我国的小米集团为例，赚得最多的那一年公布的账面利润是 3.5 亿元人民币，结果一次罚款就倒赔了48亿元人民币，图啥呢？相较之下，果断放弃印度市场的美国苹果和中国高铁则是在全球市场上一飞冲天。正所谓放弃印度早登极乐。2014年，时任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野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想要修建连通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孟买俗称印度上海，艾哈迈达巴德这又是什么鬼地方？哦，原来是莫迪的老家，那也就完全说得通了。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和细致的准备工作，中国高铁一度从西班牙、日本和法国的围剿中脱颖而出，无限接近拿下印度的高铁项目。结果，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挟此理杀出，承诺给印度提供5万亿日元的超低息贷款，偿还时间长达50年之久。当时，安倍晋三还喜滋滋地认为，能从中国的口中抢到印度高铁这块肥肉是相当的幸运。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看，全长508公里的高铁总共要花5年的时间。等到了2023年春天，这条高铁也仅仅推进了10公里，如期竣工已经是不可能的幻想。按照当前的进度，想要完工怎么也得等到250多年之后了。这么说来，可不是得好好的感谢印度政府的不杀之恩和日本政府的果断，不然的话被坑害的一定是我们。其实这一事件折射出印度的一大秘门，那就是迷之自信。如今印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和初入21世纪的我国颇为相似，当时的中国制造借助各种机遇得以名扬全球，这让印度冥冥之中也有一种错觉，中国可以，我也可以。大概是印度市场的发展潜力太具有活力，以至于安倍晋三都忘记了自己同胞在这片土地上都洒下的泪水。2012年，全球汽车行业的巨头铃木集团想要收购印度古吉拉特邦700英亩的土地，建设当时印度第2大的外企工厂。一切本是颇为顺利，但在次年的独立日当天，手举横幅的5000多名印度农民高喊滚吧铃木，他们认为铃木汽车侵占了个人的私有利益。其实这还不是个案，在更早的2005年，韩国钢铁巨头虎象制铁同样是铩羽而归，亏得连本国的工厂都干不下去了。相较之下，到美国特斯拉将工厂选定在我国的上海之后，从该厂奠基到第一批产品交付仅仅耗时537天，这就是差距吧。当印度网友向马斯克发问特斯拉何时会进入印度时，马斯克信誓旦旦地说着下次一定，然后逃之夭夭。谁沾上印度市场这趟浑水，等待着他的恐怕就是洗不清的泥泞。